大家好，今天聊聊佛教。你见过寺庙吗？你见过和尚吗？佛教在中国很常见，很多人信佛教，很多寺庙很有名，比如少林寺，比如灵隐寺。但佛教从哪里来？是谁创立的？为什么会传到中国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佛教的由来，佛教的创始人，佛教的核心思想，佛教如何传到中国，佛教对中国的影响。佛教诞生在古代印度，大约在2500年前。那时候印度社会很不平等，有严格的等级制度，高等级的人有特权，低等级的人很痛苦。很多人想改变，想找到解脱的方法，解脱就是摆脱痛苦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佛教诞生了。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，释迦牟尼是他的称号。他原名叫悉达多，是一个王子，出生在尼泊尔，那时候是印度的一部分。他的父亲是国王，母亲是王后。父亲希望他当国王，所以让他生活在王宫，给他最好的一切，不让他出宫，怕他看到外面的痛苦。悉达多在王宫长大，16岁时结婚，后来有了儿子，生活很幸福，但他不快乐，他总觉得缺少什么，他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29岁那年，他终于出宫了。他看到了老人、病人、死人，这让他很震惊。原来人生有这么多苦，生老病死，谁都逃不掉。后来他看到一个修行者，修行者很平静，很安详。他想，也许修行能找到答案。于是他决定离开王宫，离开妻子和孩子，去寻找真理。他开始苦修，苦修就是艰苦的修炼身心。他跟随不同的老师，学习不同的方法，有时几乎不吃东西，一天只吃1粒米，身体变得很瘦，但还是没有答案。他苦修了6年，终于明白了，极端的苦行不是答案。太苦了，身体会坏；太舒服了，心会懒。要找到中间的道路，这叫中道。35岁那年，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。菩提树是一种树，他在树下坐下，开始静坐冥想。冥想就是深入思考。他发誓，如果不觉悟，就不起来。觉悟就是明白了真理。他坐了很多天，思考人生的问题。为什么有痛苦？痛苦从哪里来？怎样才能解脱？终于在一个清晨，他觉悟了。他明白了，痛苦来自欲望，欲望就是想要的心。人总是想要更多，得不到就痛苦，得到了又怕失去，也痛苦。只有放下欲望，才能解脱。他成为了佛，佛就是觉悟的人。从此他开始传教，传播教义。他走遍印度，向人们讲道。他传教45年，帮助无数人，直到80岁去世。佛教的核心思想是什么？首先是4圣谛，圣谛就是神圣的真理。第一是苦谛，人生充满痛苦，生老病死都是苦。第二是集谛，痛苦的原因是欲望。第三是灭谛，消除欲望就能解脱。第4是道谛，有方法可以解脱，这就是8正道。什么是8正道？是8种正确的方法。正见就是正确的认识，正思维就是正确的思考，正语就是正确的说话，正业就是正确的行为，正命就是正确的生活，正精进就是努力向上，正念就是正确的意念，正定就是正确的禅定，禅定就是静心修炼。
按照这8种方法就能解脱痛苦。佛教还相信因果轮回，因果就是原因和结果，做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比如你帮助别人，别人也会帮助你；你伤害别人，别人也会伤害你，这就是因果。轮回就是生死循环，人死后会重新出生，出生在哪里取决于前世的行为。如果做好事，可能投胎做人，投胎就是重新出生；如果做坏事，可能投胎做动物。只有觉悟成佛，才能跳出轮回。佛教强调慈悲，慈悲就是善良和怜悯，要对所有生命慈悲，不只是人，还包括动物。所以佛教徒不杀生，不伤害生命。很多人吃素，不吃肉，还要帮助别人做善事，积累功德。功德就是好的行为。释迦牟尼觉悟后，开始传播佛教。他走遍印度，向人们讲道，很多人跟随他，成为他的弟子。佛教慢慢发展，建立了僧团。僧团就是和尚的团体，制定了戒律，戒律就是规矩。佛教在印度发展了几百年，影响很大。后来佛教向外传播，主要分2个方向，一个是向南传播，传到斯里兰卡，传到东南亚，比如泰国、缅甸，这叫南传佛教；另一个是向北传播，传到中亚，然后传到中国，这叫北传佛教，也叫大乘佛教。大乘就是大的车，意思是能度很多人，度就是帮助解脱。南传佛教叫小乘。2种佛教有些不同，但核心思想一样。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？大约在2000年前，汉朝的时候，通过丝绸之路传入。丝绸之路是古代贸易路线，一开始传播很慢，因为语言不同，文化也不同，需要翻译经书。经书就是佛教的书，翻译很难，需要很多年。很多印度僧人来中国，僧人就是和尚，他们带来经书，教中国人佛教。他们很辛苦，要学习汉语，要适应中国文化。有些僧人一辈子都在翻译，也有中国人去印度学习佛教。最有名的是玄奘，他是唐朝的僧人，生活在1400年前。他想学习真正的佛法。当时中国的经书有些翻译不准确，他想去印度学习原本的经书，但那时候去印度很难，路途很远，很危险，朝廷也不允许。但他决心很大，偷偷出发了。那年他27岁，他从长安出发，一路向西走，经过沙漠，经过高山，走了1年多，终于到了印度。在印度，他学习了17年，跟随很多老师，学习了很多经书，成为了大学者。印度人都很尊敬他。学习结束后，他带着经书回国，带了657部经书，还有很多佛像。回到长安时，皇帝亲自迎接，百姓都来欢迎，他成为了英雄。之后他开始翻译了75部经书，1335卷，工作了19年，直到去世。他的贡献很大，让中国人能读到准确的佛经。《西游记》就是根据他的故事改编的，小说里的唐僧就是玄奘。当然，小说是虚构的，有孙悟空、猪八戒，这些都是编的。但玄奘是真实的人，他的故事更了不起，因为是真的。慢慢的，佛教在中国扎根了，越来越多人信佛教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和中国文化融合，融合就是结合在一起。佛教吸收了儒家思想，儒家强调孝道，孝顺父母，佛教也开始强调孝顺。
佛教也吸收了道教，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，两者互相影响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。比如禅宗是中国创立的，强调顿悟，就是突然明白，不需要复杂的仪式，这很符合中国人的性格。佛教在中国建了很多寺庙，最早的是白马寺，在河南洛阳，建于汉朝，距今快2000年了。为什么叫白马寺？因为经书是白马驮来的，驮就是背着。后来越来越多寺庙，少林寺很有灵，在河南嵩山，以武术闻名，少林功夫很厉害，很多电影拍少林寺。灵隐寺也很有名，在浙江杭州，风景很美，很多人去参观。还有很多其他寺庙，比如北京的雍和宫，比如西安的大雁塔，比如苏州的寒山寺，遍布全国，每个省都有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很多寺庙不只是宗教场所，也是旅游景点，也是文化遗产。文化遗产就是历史留下的宝贵东西。佛教对中国影响很大，影响了哲学。哲学就是思考人生的学问，佛教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哲学家，他们思考生死，思考人生意义，影响了文学。很多诗人写佛教，比如王维，他是唐朝诗人，他的诗很有禅意，禅意就是禅宗的意境。比如他写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，这很有禅意。还有白居易也写很多佛教诗，影响了艺术，很多佛教雕塑非常精美。比如敦煌石窟，在甘肃敦煌，石窟就是山上的洞，里面有很多佛像，有大的有小的。还有龙门石窟，在河南洛阳，也很有名，影响了建筑。寺庙建筑很美，有大殿，有宝塔。宝塔就是高高的塔，很有特色，影响了日常生活。很多成语来自佛教，比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意思是改过就能变好。比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意思是及时改正就好。比如一尘不染，意思是很干净。这些都是佛教用语，现在大家都在用。现代人怎么看佛教？观点很不同。有些人信佛教，经常去寺庙烧香拜佛，祈求保佑。有些人不信，但尊重佛教，把它当作文化。还有些人学习佛教的智慧，比如学习冥想可以让人平静，学习慈悲让人更善良。不一定要信佛教，也可以学习它的好处。佛教在现代有什么意义？首先是心灵慰藉。现代人压力大，佛教教人放下。放下就是不执着，不要太在意，这能减轻压力。其次是道德教育。佛教教人行善，不伤害别人，这对社会有好处。第三是文化价值。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了解佛教就能更了解中国文化。第四是哲学思考。佛教对人生的思考很有深度，值得学习。说说我的看法，我不是佛教徒，但我尊重佛教。我觉得佛教很有智慧，比如因果的道理，你做什么就会得到什么，这是真的。比如慈悲的思想，对别人好，别人也会对你好，这也是真的。比如放下的智慧，不要太执着，生活会更轻松。这些都很有用，不管信不信佛教，都可以学习这些智慧，让生活更好，让心情更平静，让人更善良，这就是佛教的价值。好了，我们总结一下，今天聊了佛教的由来。佛教诞生在古代印度，大约2500年前。
创始人是释迦牟尼，他原本是王子，后来觉悟成佛。佛教的核心思想包括四圣谛，包括八正道，包括因果轮回，包括慈悲为怀。佛教从印度传播，向南传到东南亚，向北传到中国，大约2000年前传入中国，在中国发展壮大，和中国文化融合，形成了中国特色，建立了很多寺庙，对中国影响很大，影响了哲学、文学、艺术，影响了日常生活。现代人对佛教看法不同，但都可以学习它的智慧，让生活更好。你了解佛教吗？你去过寺庙吗？你觉得佛教有什么价值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希望这期内容能让你了解佛教的由来，了解中国的佛教文化。谢谢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